Hello， 大家好，我是狮子鱼，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鱼儿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呢，这是一个以说话为主、观点分享的节目我姑且称它为一个非专业的类脱口秀节目吧。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聊点什么呢？只是说周欢一开始10天前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依萍的话，不会爱上如萍，然后后面他又说会爱上如萍。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你问的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对吗？我们是人，我们的这个人是动态的，你的想法也是动态的，而且我没有告诉你这段话跟后面那段话打脸的话中间发生了什么情节，那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会影响他做出这种判断，所以你只是断章取义的去说他前面的答案是这样，后面答案是那样，不统一又怎么样？本来就是0跟1都是有可能的，或者答案是介于0、1之间的。我觉得这不能构成说这个何书桓是渣男的理由，因为我们在恋爱当初或者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是一样的，但是在恋爱关系之后或者结婚之后，有一方违反了或者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才使得最终我们有了那种手撕垃圾前任的冲动。然后你作为这个受害的一方，内心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愤恨，然后你就咒骂对方，恨不能杀了对方，替天行道。但是我觉得蛮讽刺的一点是呢，受害的一方最终也变成了施暴人，变成了刽子手，以暴制暴。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很难有人当法官吧，说清楚谁对还是谁错。主观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至少在美国或者很多的西方的社会，关于黑人跟白人之间的这个阶级矛盾是一直在的，或者说关于这个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一直在的。黑人就有特权吗？就是因为你是黑人你就应该得高分？为什么黑人明明是遭到了歧视，是我们反对的是种族歧视，我们需要的是平权，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件事情的发生，你就反而要争取特权了呢？为什么你要得到的是你之前反对的东西呢？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那我们就不去努力了，我们大家都去美黑就好了，谁穷谁有理，谁黑谁有理。是不是亚洲人的命也是命？是不是白人的命也是命？是不是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怎么能变成说你们都瞧不起我们黑人，说我们穷，说我们犯罪，那我就真犯罪给你看吗？黑人犯罪也是犯罪吧？就是我不能因为你是黑人，你犯的罪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要你犯罪了，你就都是犯罪，跟你是黑人犯罪、白人犯罪、亚洲人犯罪是没有区别的。其实我觉得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呢，那就是这儿。想法不一样，你可以认为是对于疫情的一种认知偏差，或者是对于戴口罩的一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说这个病毒是丧尸病毒，你感染了以后，你的表现形式是很外化的，你的五官都变了，然后你的行为方式是很可怕的。如果把这样的病毒的表现方式放在新冠这块，你再试一试。比如我就告诉你，戴口罩是很有效的，你看哪个美国人敢不戴口罩？但是很遗憾的一点，确实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视觉性的动物，就是很盲目的，我们只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而我们也只相信我们可以看到的。我觉得高考呢，作为全国性的选拔性考试，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为数不多的一次相对公平的资源合理分配的机会。中国的家长呢，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家长了，一个个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恨不得这个从备孕开始就开始想这个幼儿园排号了，或者想这个倒腾学区房了。结果进了那好大学，完蛋了，跟大家一比就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是激励鹤群了，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其实这个问题呢，回归到了教育的本质，那就是我们教育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想把人培养成一个只会考试的机器吗？我们是不是老有一种那种急于求成，或者我要指着这高考一招升天的这种心态？不知道是人生太短暂了，还是像我说的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城市发展或者我们经济发展特快，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着急，我们反而不愿意就是说特别慢下来的去
积累我们的实力，厚积薄发。我们要锋芒毕露，我们不能像下棋那样去计算，或者我用一个更加负面的词叫算计你的人生，你算不过的。只要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实体的东西标了价格的，那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好像你都可以买到。就是说，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说我可以买到某一些人的尊严？好像你有钱买不到长生不老吧？大部分人好像都逃不过这个生死的轮回，好像是买不到时间的逆转。所以呢，抛除人的这个因素，那如果你跟外星人或者说你跟动物去谈钱，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人家不认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提高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我挣100万，我还要挣1000万，我还要挣1个亿，然后你就一直在这个奋斗，所谓你的上进心的这个过程中呢，消耗掉了你的生命。但最后你进棺材之前，或者你闭眼之前，你发现你拥有了什么？但你最后拥有的其实还是你的记忆，你的脑海里的一些东西。30+的女性对这个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或者呢，30+女性她的自我价值认知又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节目在探讨的一个内核。她呢其实是很彰显女性力量的这么一位代表。她确实她个人的性格呢也是那种直的冲的特别大女人的那种形象。所以我觉得作为节目组的考量呢，也需要一位大女人来撑起这个节目，或者是能带领着更平凡普通的这些女性呢勇往直前，乘风破浪，来去直面自己心中的那个真正想追求的东西，或者是有勇气来直面这个生活中带来的一些不公平对待。所以我觉得她可能在更多的方面会去对平凡的女性观众们起到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也可以，或者我要保持一种所谓的乐观的心态，一种向上的心态，不要因为说好像我已经30岁了就世界末日了，我已经生过孩子了，身材走样了，我就一无是处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张雨绮的这个自信呀，或者这种傻大姐的性格呀，是很好的。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的作用。我觉得就是说，别人给你叉，给你勾，给你啥都无所谓，技巧性的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但是精神上的东西需要你自己够强大，给自己的一个支撑。还是在一个我们普遍认为的男性社会，如果你本身表现出来明面上面就是比较争强好胜的那种性格的话，也许你这个人过得会比较辛苦。当代女性啊，真的好像是要提起一个勇气，提起一个额外的一个精神，一个努力，去跟这个世界，跟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这个社会可以很刻薄很挑剔，尤其是对女性做一个对抗。其实一个真正的我们期待的那个社会是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做你，我做我。假如说您就是老虎，我就是兔子，那咱俩就不可能融到一起去啊！我再怎么妥协，你再怎么退让，咱俩也玩不到一块儿去啊！就是我主观上已经对你有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判断了，所以我会找各种的方法，或者发生了各种事情，这个矛盾的导向，我就会导向到是你的问题。这种不想改变自己，坚持这种自己的理想主义，其实是比迎合别人更难的一条路。我觉得你不需要拔你的刺，你也不用经历找刺的这个过程，你就当你的仙女，当你的公主就挺好的，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特对的事情，然后以各种原因去霸凌别人，或者说去这个折磨任何人，孤立任何人。但是当你当下作为一个被网暴或者被霸凌被孤立的那个角色呢，一定要想着你还是要爱你自己先。我觉得你是自己最后的那个堡垒，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值，然后再想想有什么可以妥协，或者有什么可以改正的。也许他的这种成长的环境呢，就是反而适合就是他的一些艺术创作，就是因为你是有这种经历的，你是有那个阴暗面或者是那个负面的东西是在你心底的。当你走过一段不好经历的时候，你应该感谢那个凤凰涅槃的你自己。没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或者你没有思考过，没有痛过，是很难表现出来这种歌曲的。就是它不只是唱歌，它是一种表演，是一种艺术的创作，然后再传达给你。
给你表达一种情绪或者他的一个理念，他是有故事的，他是有这种反思也好，或者他的思想他的态度在的。当你本身有足够影响力，但是现实又告诉你有些事情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特别能击垮一个人的信心的。那网友呢会觉得说我没捅你刀子，但殊不知网友的那个评价呢，真的就像刀子一样刺向了这个艺人，或者刺向了某一个被讨论的人。喜剧的外壳来包装这个悲剧的内核，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以为我在笑，其实我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和难过。然后这种无力感呢，你还会引申出来一种遗憾感，一种宿命感。人生真的有的时候比电影电视剧还要精彩，就是悲喜剧。但是有时候跟命运或者跟你家人生死相关的话题，你真的是做不了主。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也许一切都是写好的，就是像一个剧本一样，或者像本书一样，你呢只是一页一页的去这么翻开这个书，一直看到这个书的最后一页，揭晓这个谜底。伤口是很难愈合的，但是在你说，在你分享，在你用这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去创作出来的时候呢，对于自己来讲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缓和，或者有一点点的这种治愈的作用，或者是脱敏的这个作用的。去世的人，离我们远去的人，还是很有意义的，或者应该在我们心底留一个位置，去怀念他们。不要假装自己这个生活中就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就是他们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然后我们去怀念它也是很有价值和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无论是学习英语还是学习其他任何一门新的语言，犯错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只有犯错了你才能进步，但前提是说你得知道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个世界上呢，大致分为3类东西，一类是你知道自己知道，一类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有一类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些错呢跟你的英语水平本身没有关系，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犯了那错，或者是确实是我们这种中式思维比较根深蒂固，所以容易犯一些错。但是我还是想鼓励大家，就是说英文就是说 Don't b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就是不要害怕犯错，就是你不犯错，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呢？英语给了你一个可能性，你可以跟不一样文化背景的人去沟通。人啊都不是佛，佛呢就变成不是人了。就我们有人性的那一面，就代表着是我们有恶魔的那一面，只是你能不能控制住那一面，不要让它发作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炼嘛，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自我呀？如果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有邪恶？为什么要有那些负面的形容词呢？那不就是因为2个方面的东西都有吗？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我就没有坏这个词了，我这都是好了，而且好也不再是好了，因为没有坏的这个对比的话，你就不用好了，好就变成一般了。我们可能互相都是人生中的过客，你可以在你那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优化你的时间，去看你想看的，去追你想追的，去做你想做的。